有缘人，当你看到这张图时，不要轻易走开，否则未来钱财可能不会再主动找上门。正确的做法是停留30秒，点个赞，并留下接财2字，这样财富自然会向你靠拢。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，但仔细思考，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暗示。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往往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而这样的行为恰恰迎合了我们内心的期许。当你主动参与这类互动，点赞并留下接财的祝福时，其实是在给自己植入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，进而增强你对财富的渴望和信心。此外，这种说法还传递了一个深刻的寓意：金钱是流动的，它总会选择那些有准备、充满信心和勇气去迎接它的人。就像水会自然流向低处一样，财富也会流向那些敞开心扉、积极迎接的人。当然，金钱并非万能，它买不到一切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金钱确实能够为我们带来许多便利和保障。那么，何不怀抱着积极的心态去迎接财富呢？从这个角度看，那些寓意吉祥的图片实际上是一种提醒，也是一种祝福。它提醒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金钱问题，要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财富。同时，它也祝愿我们财源广进，生活幸福。金钱这东西是有灵性的，有些人富有，而有些人却生活拮据。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富人掌握了金钱的运作规律，而穷人却未曾参透其中的奥秘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金钱的灵性究竟体现在哪里。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，那就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收藏起来，甚至可以作为教导子女的方式，或者作为家庭教育的一部分。这样，你的家庭未来可能就会打开财富之门。不敢说能日进斗金，但一定会让你的家族兴旺发达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聊聊如何尊重金钱。什么叫尊重金钱呢？每个人都喜欢钱，但尊重金钱与爱钱、喜欢钱是不同的概念。看看那些富人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花钱习惯都遵循一个原则：取之有道。这就是对金钱的尊重。富人们明白，每一分收入都来之不易，他们对金钱心怀感激。尊重金钱并不是吝啬不花，而是懂得取之有道，用之有度。花钱也是一种享受，而通过合理的投资让钱生钱，才是真正的财富积累之道。穷人往往相反，他们不懂得该如何运用手中的财富，该省的不省，该投的不投，错失了许多潜在的机会。这就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根本区别。其次，你是否留意过，家人是否有从事导致破财的行为，或参与一些不利于财富积累的活动？例如，家人是否沉迷于赌博？赌博本质上就是破财的行为。赌场的门楣上写着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不赌必赢。也就是说，想要赢钱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参与赌博。谁能在赌场赢得最终胜利，
答案是赌场本身，因为他们靠抽头盈利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参与其中不仅得不偿失，还违反法律，这是不合法的行为。那些赌博赢了钱的人，往往会肆意挥霍，大吃大喝，而当他们输了钱，就会推脱是运气不好，给自己找各种借口。然而，不管是赢还是输，最终的结果都是老鼠给猫拜年，迟早是赌场的胜利品。再者，你和家人是否做了导致破财的事情？比如以为在行善，实际上却是在浪费财富。如果你是在支持真正的善行，必定能获得福报。然而，有些人打着善心的旗号，实则行恶，他们伪装成可怜人，博取同情。如果你对这些人施舍，你实际上是在助长他们的惰性，令他们更加依赖施舍，形成懒惰的性格。第三，做亏心事或亏理事的人注定破财。那些做事心虚的人，通常难以成功，赚不到钱也是破财的一种表现。亏理的人没有人心，没有社交资源，这样的人自然难以积累财富。赚钱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与人交往，货币流通的过程，缺乏信任与人脉的支持，财富自然难以光顾。第四，俗话说，亏妻百财不入，亏笑百事不顺。这意味着一个人不能亏待自己的伴侣。妻子不仅是家庭的另一半，更是财的象征。外面有揽钱的抓手，家里也要有存钱的箱子，而妻子就是那个装钱的匣子。如果你亏待了妻子，想成为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同理，女强人若亏待丈夫，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清廉正直的官员往往能有好的结果，而那些贪污腐化的人，虽然看似财源滚滚，身边美女成群，但最终都没有好下场。许多贪官最后失去了自由，甚至连享受财富的命都没有。再谈孝道，为什么说亏笑百事不顺？不孝敬父母的人，往往亲属圈、朋友圈都会变得疏离，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如果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，又怎么能真心对待朋友？人际交往减少，金钱无法流通，自然也无法产生财富和利益。这样的人也注定无法成为富人。第五点，关于亏嘴导致破财。很多人总是将穷字挂在嘴边，这样的人是无法富起来的，因为相由心生，内心不坚定，常常抱怨命苦。你要知道，若你经常自怨自艾，贫穷的种子便会在你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。还有些人连网名都起得不好，写着苦命人、没钱的、负债累累等等。按照吸引力法则，你这样命名真的能带来好运吗？你是在期待通过博取别人的同情来改变生活吗？第六，如何让穷人变富？古话说，穷不过三代，富也不过三代。这是因为后代是否能够勤俭持家，懂得生财有道，是决定家庭财富能否延续的关键。我们应当教育后代，随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。学习并不一定要背着书包去读书，像今天刷到这个影片，
或许就是一个新的起点。它可能会改变你的思维、命运，甚至是生活方式，改进你的消费观念，打开新的赚钱渠道。在互联网时代，你必须跟上互联网的潮流，这就是趋势。懂得利用趋势，你便可以借势而起。这就是富人的开端，积极、阳光、向上的态度是富人的一种表现。当你看完这个影片，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并分享给你的家人，让你们一起成为真正懂得致富的人。世人都爱财，但许多人一心求财，却不明白财富的真正来源。事实上，钱财是世上最有灵性的东西，你越了解它，它便越会向你靠近。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财富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，好运来了，想挡也挡不住，财富轻松自来。而相对的，辛辛苦苦、日夜劳作的人，最终却赚得不多。到了年底，翻开银行账户时，发现所剩无几，一年的辛劳似乎白费。那么，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其实，金钱这种东西有它的灵性，它会主动寻找最适合的主人。那些真正能够轻松赚钱的人，往往都不费力，而那些辛苦付出的人，往往难以积累财富。如何让金钱主动找到你呢？一，不是你去追钱，而是钱来追你。在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中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是5个基本属性，其中水代表的就是财富。古人常说，财富如同流水，它不断流动，越是强行追逐，越难以得到。反之，当你吸引它时，财富自然会向你流动。传说中，沈万三年少时跟随表哥出海经商，出发前他身上只有1两银子，便用它买了2筐未熟的橘子。到了波斯，橘子正好成熟了，香气四溢，吸引了侍卫前来购买。侍卫发现味道酸甜可口，买下橘子并献给总管。总管喜欢的不行，用一大笔钱换走了橘子。沈万三因而赚了一笔，但他并未沉迷于此，反而悠闲地四处游览。途中，他发现了一只巨大的、闪闪发光的贝壳，便随手捡了起来。不久后，一个商人看中了这贝壳，执意要用自己的店铺和家产与沈万三交换。沈万三无奈之下答应了，结果因此意外得到了巨大的财富。正所谓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财富其实早已在命中注定，该属于你的不用追逐，财运自然会到来。而若不属于你，即使金山银山摆在眼前，也终将得不到。倘若你享受了命中没有的财富，灾难便会随之而至。了凡四训中有云：享千金之产者，必是千金之人；享百金之产者，必是百金之人。越是贪求财富的人，越是得不到财富；越是急功近利，越是赚不到钱。因为财富不是追逐而来的，而是吸引而来的。2. 求财不得，是德行不够。易经有云：厚德载物。金钱是有灵性的，它的到来和你的福德息息相关。你的德行有多厚，
便能承载多大的财富。《聊斋志异》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王成的故事。王成是个落魄的年轻人，因懒惰且不善经营，家中一贫如洗。本以为这种人毫无出头之日，但命运的转机却因他的一次善行而改变。王成常喜欢在村里的废园闲逛。某日，他偶然捡到了一只金钗。不久后，一位老太太前来寻找失物。尽管王成家境贫寒，但他仍将金钗物归原主。老太太感激他的诚实，不仅为他提供生活所需，还赠予他40两银子作为本钱，帮助他经商。后来，王成虽历经波折，但最终他治下了300亩良田，生活渐渐富足起来。诚实与厚道之人，表面上看似吃亏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正是积累福报的方式。著名的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财富并不是从外界求得的，而是从内心开始的。若你总是外求金钱，心中便充满匮乏，这种负面能量会让财富离你远去。而当你以诚实与善良之心待人，内心丰盈，正能量便会吸引财富与贵人主动靠近。因此，若你求财不得，往往是因为德行不足。佛家讲，本性具足，何须外求？在《红楼梦》中，王熙凤精于算计，她将克扣的月钱用作放贷，收受贿赂，四处捞取利益。虽然她管理贾府多年，积累了不少财富，但她的心机和算计却招来旁人的鄙夷。最终，贾府败落，万贯家财也救不了她的性命。古人说，道生万物，钱也是如此。它可以带来幸福、名望、地位，甚至满足感，但若处理不当，它也会引发痛苦、争斗，甚至灾难。因此，有德才能有才。一个懂得感恩、保持善良之心的人，才能留住长久的财富。正所谓，人纵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可自通。这里的运，指的就是你的德行。德行具足，财富自来便是福；德行不足，财富自来反而可能招致灾祸。3. 让自己值钱比赚钱更重要。古人常说，财富3分靠努力，7分靠福报。努力让自己值钱，远比仅仅追求赚钱来的重要。樊登读书的成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创业初期，樊登将自己读过的书整理成笔记，并制作成课件发给用户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用户总是说，我很忙，有时间再看。经过深入沟通，樊登发现大家愿意花钱买书，但却没有时间真正去读。于是他调整了策略，改用语音讲解书籍的形式。正是这个转变，使他的课程迅速受到欢迎。3年内，他便拥有了200万付费用户，个人财富也迅速过亿。刘润增说，顶尖高手都是极致的利他者，总是在思考如何给予，而不是如何索取。樊登的成功，正是因为他顺应了用户的阅读习惯，为大家提供了便利，这是在创造价值，贡献帮助。所有关于赚钱的烦恼，归根结底就只有一个问题：
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帮助？钱并不是直接赚来的，而是你在解决了他人问题之后获得的回报。你能够帮助多少人，就能获得多少财富。因此，财富的背后是人心，而人心的背后是德行。与其求财求运，不如先求己，先让自己变得值钱，这才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。人的一生中，99%的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，唯有那1%是钱解决不了的，而恰恰是这1%，往往引发了剩余99%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解决了那1%的问题，才能真正解决金钱的问题。然而，人们总是将痛苦归结于没钱这2个字，但事实上，没钱只是结果，而非根本原因。它往往是因为价值与认知的不足所致。大多数人的问题在于，只想着直接获得钱，却从不试图解决自身的障碍，这就陷入了越是急于赚钱，却越赚不到钱的恶性循环。没钱往往意味着你帮助的人还太少。帮助一个人便赚1份钱，若能帮助1万人，便能赚到1万份财富。那么要想帮助更多人，首先你需要具备帮助更多人的能力。若自己尚未足够强大，又如何能够帮助他人呢？改变自己是迈向强大的第一步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习惯于试图改变别人，希望别人顺应自己的意愿，而忽略了对自身的提升和改变。我们总是以别人的缺点为借口，来逃避自己的成长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改变自己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人视为镜子，映射出自己的不足。勇于承认问题所在，不仅是一种勇气，更是一种智慧与美德。这就是所谓的内观。一旦一个人开始反思自己，就离开悟不远了。那么，开悟有何意义呢？金钱的背后是产品和服务，只有把产品和服务做到极致，财富才会自然流向你。而产品和服务的背后，正是我们的心性。做产品，其实也是在修炼我们的内心。心性的背后是道。一旦开悟，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与规律，就会得道。因此，当你开悟之后，再去帮助他人，再去追求财富，便会顺风顺水，事半功倍。请记住以下5句话。1. 当你没钱时，首先要舍出的是勤奋。机遇自然会随之而来，这叫天道酬勤。2. 当机会降临时，再舍出你的诚信，钱就会随之而来，这叫诚信为本。3. 当你有了一定的财富后，要学会舍出慷慨，这样人脉会自然聚集，这叫财散人聚。4. 当你积累了人脉后，要舍出你的爱心，事业就会随之而来，这叫厚德载物。5. 当你事业有成时，再舍出智慧，幸福便会到来，这叫德行天下。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难以发财？尽管钱的好处众多，但它的反噬力也同样强大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高的德行、贡献和智慧，便难以承受财富带来的压力和考验。
回头看看我们的身边，很多人在赚到一定数额的钱后，便开始迷失自我。他们作威作福，奢侈挥霍，甚至无视社会规则和道德底线，最终破坏公序良俗。人的财富积累往往有一个临界值，当一个人的劣根性被金钱暴露时，这个财富值便成为他能承载的极限。赚钱本质上是一种修行，但金钱只是工具，而不是最终的目的。钱是一座桥，而赚钱的过程就是走过这座桥。走过桥之后，我们要去的是人生的彼岸。在《金刚经》中，佛祖说道，世界上最大的功德，并不是散尽家财去做慈善，而是帮助更多的人开悟，引领他们走向觉醒的彼岸。开悟后帮助别人开悟，这种功德远比直接给予他人财富更大。能够看完这个视频，说明你就是那个有缘人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请给我一个赞，并回应一句财富正在找我。这不仅是对我的回应，也是一种积极的信号，预示着你的财运即将到来。祝福有福之人，愿你财源滚滚，春风得意。如果还没有订阅频道，别忘了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加入我们的大家庭，与同频共振的人一起修福报。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